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叨叨。今天讲一讲这一台相机。我认为它差一点就成为了最好的双反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是差一点呢？又为什么好呢？我今天跟大家讲讲。这是雅西卡的 124G， 它有测光，它支持120跟220，就12跟24张自动切换。而且它能够做到非常好的模块化设计。还有闪光灯的接口，反正路来没有的东西它都有了。然后它的测光还是用电池的，就不容易老化。当然路来后来的那些很贵的借尸还魂的版本我们不论了，我们就说到 2.8F 为止。为什么好呢？它这个模块化的设计，你看它镜头可以马上拆下来，它没有电线相连，但是呢它能够通过这两条推杆，这里有一个推杆的设计，它去调节它的通光量，然后呢，通过 CDS 这里这个模块来正确曝光，这是它的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曝光系统。通过这里这两根连杆，就做了，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对焦一下，做了非常科学的一个事情，调节这个。扳手站啊，对，你看调在这里它就会动，然后光圈这边也会动，它是一个精度很高的东西，而且它的设计也不会很复杂，它重量也很轻。然后为什么说它差一点就成为了一台最好的相机呢？它有的缺点我也说一下，它用的材质呢其实是不太好的，因为可能考虑到它的售价的原因，它用的很多金属呢都是软的。就是它的金属强度不够，像今天这台机器的故障呢，就是因为金属强度不够引起的。这里有一个环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环呢是触发快门的时候推动这个防止过偏误触的啊，应该说防止二次曝光的那个锁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它会推动这个才能上弦推下一张，但是呢，触发快门以后，这个东西没能打开。现在故障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弯了，居然弯了。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会弯的东西，它居然弯了，是因为它受的力其实很小啊，它居然弯了。然后我把它掰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它的金属强度非常低，就是很软的，软趴趴的。它也可能考虑到这个地方受不了多大的力，然后就用了一些比较次的金属。还有它取景器的分辨率其实也不咋地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。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呢，是它的镜片，它的后主镜片呢是采用了一种跟很多镜头一样的玻璃，然后那种玻璃呢，在没有镀膜的情况下是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子的。就是你把这个镜片我也试过了，这后主挂掉了，我把它抛了光以后呢，就摆在空气的情况下，裸露在空气中，或者放在防潮箱当中，第二天镜片一样会有一层雾。就是它把空气中的水分子水汽吸附到镜片上面了，这无解的，只能够通过镀一层那个疏水疏油的镀膜上去。但是呢，如果你长期不用或者经常出入一些温差比较大的地方，它这个问题你会慢慢积累到那个水汽越来越多，会形成一层雾了以后呢，会破坏掉它镀膜。所以呢，这个机器的口碑很差的一个原因不能说很差吧，反正有一段时间这个机器经常被人吐槽说拍照不行。就是因为很多奸商把这个后主镜片有问题的 124G 呢拿来卖，因为这个花掉以后呢，你在闭门的时候能够看到，其实它是不透的，那怎么可能有好的画质呢？对不对？这台机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但是就有一点点小问题，但是也不算很严重，有轻微的脱模，但是不影响使用啊。这是一个状态还算好的124G，这是一个朋友的机器，然后我再帮他修。现在呢，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就是这个东西的这太软的金属把它变形了。然后它旁边这里其实真的设计的非常好，它这里有12跟24的转换，它只要通过后背的一个机关，这里还有卷没关系，它通过后背这个机关，它就能够调节12跟24。然后它里面这个侧面的这个设计呢，做的也非常怎么说呢，非常复杂吧，我觉得比路来还复杂。但是它能够这样完美的实现这些功能，我觉得就很优秀啊，而且它整个重量也很轻，
所以说这是真的是一台好相机，但是它差一点就成为了最好的双反。但差这一点，我觉得就是日本跟德国在做工上面的一个差距。而禄来虽然说它没有它很多先进的设计，比如说这个测光的东西，12跟24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，然后还这种平台式的模块化的东西，然后都没有。但是呢，他做了更复杂的设计，可能体现了他的做工上面，他觉得他可以通过这样的办法去实现。那旁边做个测光表，然后这里做了一大堆联动的东西，就其实手感还是会有到影响。但是人家故障率没有它高，而且怎么说呢？它的用的材料是真的是把我们震撼到了，就是它用的金属都很硬的，有点像弹簧钢一样的硬度，所以。总的来说嘛，还是价格决定一切啊。这个机器的价格跟禄来价格其实也相差一大截。但如果说这台机器能够用，把它的金属材质换成禄来相当做工的金属材质，我觉得这台机器是一台完全不输禄来，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是有超越的一个东西啊。包括这个取景器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它打开以后，这个测光才工作，关上的时候它测光是不工作的，所以它这个就设计就非常好，因为像禄来那个测光表，它那个 C 的测光表，它一直在工作，所以你在光线的情况下，在暴露的光线的情况下，它就会一直老化，然后到最后它就坏掉了。但是它这个呢，能够尽量的避免它的感光元件的过快的损耗，所以它总体来说，很多设计真的是挺先进的。作为双反的设计来说，我觉得从设计上来说，它是做到了最好，但是无奈它的金属材质啊，各方面一些东西都不太行，然后就导致它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地位吧。如果把它的取景器换得更高精度的，或者是列像啊，或者是微零加列像的一个对焦屏啊什么的，它整个机器用起来的体验感会高很多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一视频就到这里，就欢迎大家一键3连。好了 ，Goodbye。